晚上躺在床上就开始想，哎呀，等我以后更有钱了，就去环游世界。或者是等我有空了，就好好陪陪家人。对，或者等我换个不那么累的工作，就一定开始健身。结果呢，第二天闹钟一响，该干嘛还干嘛，生活还是老样子。那些美好的计划好像永远都停在以后了。是啊，所以咱们今天就来深入聊聊，怎么把那个未来拉到现在。我们参考的这份材料挺有意思的，叫《别让未来的幻想偷走你当下的人生：15个重塑生活的实用指南》。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人生啊，它不是等出来的，没错，而是要一天一天、一点一点过出来的。对，就是过出来的。所以咱们这次的目标就很清楚了，从这篇文章里给你扒拉出一些特别实用、特别接地气的方法，看看怎么从今天或者说明天开始，哪怕做一点点小改变，就能让日子往你想要的方向挪一挪。我们会重点关注几个方面，对吧？身体健康、心态调整，怎么把想法落地，还有人际关系和自我觉察。是的，看看文章是怎么把这些串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操作的系统的。准备好了吗？咱们这就开始。文章一上来就说健康是基础，这个我太同意了。而且他说的健康不光是不得病，对，更多的是指你日常的精力怎么样，情绪稳不稳定，做事效率高不高。就是那种比如下午3、4点哈欠连天，注意力完全不集中，或者莫名其妙就觉得烦躁。你可能觉得就是累了，但文章提醒说，这很可能就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了，告诉你，嘿，该调整了。那怎么调整呢？很多人一想到运动就头大，觉得要办卡，要请教练，太麻烦了。嗨，这就有意思了。文章反而推荐一种最小努力的运动方案。最小努力听着就挺友好的。对，核心想法就是让开始变得特别容易，别一开始就追求什么完美、什么高强度。因为好多人放弃，不是因为真的累垮了，而是目标定太高，一开始就觉得我不行。有道理。那具体怎么个最小努力法？是随便动2下就行吗？他强调的是能坚持，比如文章建议一个礼拜动个3次就行，每次也就半小时，在家就能做。完全可以。你看啊，可以这样，先花个5分钟热身，原地踏踏步，活动活动胳膊腿，然后是15分钟核心训练。做什么呢？就做些最基础的，像平板支撑啊、开合跳啊、深蹲呐。网上那种新手教程视频特别多，跟着做就行，根本不需要啥器械。最后呢，再花10分钟拉伸一下，放松放松肌肉，还能顺便改善体态，比如靠墙站个几分钟。听起来确实不难，关键就在这儿，别第一天就练得太猛，搞得第2天酸疼的起不来床，那样特别容易放弃。这个我懂，开头用力过猛，然后就没然后了。对，所以每周3次，其实比每天1次更容易坚持，给身体留了恢复时间，心理压力也小很多。这其实有点行为心理学的意思，用小成功来建立好的感觉。原来是这样，降低门槛是关键。那吃的方面呢，是不是也一样，不要求你顿顿吃草？完全正确，文章提倡叫常识饮食，核心就是别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儿。别较劲儿，怎么说？就是说，它不是让你完全禁止这儿禁止那儿，把自己搞得很痛苦，而是要吃得更聪明一点。那怎么才算聪明？比如下午犯困这事儿，很多人都靠咖啡硬撑。文章有啥好办法吗？有，文章说啊，下午犯困，很多时候跟你中午吃什么有关系。比如少喝点那种甜齁齁的奶茶，还有少吃点重油重盐的外卖，像什么炸鸡呀、麻辣香锅啊。这些确实吃完容易困。对，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血糖噌一下升上去，然后又很快掉下来，这就容易食物昏迷。那建议怎么吃呢？建议就是每顿饭结构要均衡，得有蛋白质，比如鸡蛋、牛奶、肉、豆制品。然后蔬菜要够量，最好占盘子一半。主食呢，可以加点粗粮，像燕麦、糙米这些东西更顶饿，能量释放也平稳。听起来是注重搭配和食物的质量，而不是死抠数量。那万一就是馋了呢？就特想吃火锅或者喝可乐，怎么办？完全不让吃，会不会憋坏了反而暴食？
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常识饮食的另一个重点，不跟自己较劲儿。文章觉得你越是压抑，越容易反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想吃火锅儿，那就去吃嘛。但是注意一点儿，吃到7、8分饱就打住。想喝可乐，偶尔来一小瓶也没事儿。掌握一个度。对，关键是把握度，而不是完全禁止。文章里还举了个例子，说作者一个同事小周，就是靠这种最小努力运动加上常识饮食，坚持了1个月，效果怎么样？下午精神好多了，不怎么需要咖啡了，而且情绪也稳定了不少。你看，身体调整其实真不用搞得像上战场一样。有道理。运动和饮食都强调可持续和不较劲儿。那作息呢？早睡早起身体好，这道理谁都懂。但就是，做不到啊。文章有啥不痛苦的强制办法吗？作息这个事儿吧，文章认为最关键的是固定，甚至比你睡够8小时还重要。固定。对，就是每天都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起床，就算是周末，也尽量跟你工作日起床时间差不多，最多晚个半小时。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哎，尽量别差太多。目的是啥呢？是为了稳定你的生物钟，身体适应这个节奏，大概需要个3、5天吧。那为了保证你能准时起来呢，文章提供了一些挺狠的小技巧。快说说看。比如用一个声音特别刺耳，就是那种你一听就烦躁的闹钟铃上。哈哈，这个狠。然后呢，把闹钟放得离床远一点，逼着你必须爬起来去关掉它。有道理。关掉之后别犹豫，立刻去做一件必须离开卧室才能做的事儿，比如去客厅喝杯水，或者去洗手间洗把脸儿，甚至干脆把被子叠好，换上外出的衣服。就是切断那个我还能再睡会儿的念头。对，把后路断了。那万一前一天晚上就是睡晚了呢？第二天还非得按时起吗？那不一天都没精神？文章的建议是，对，还是按时起。啊，硬撑吗？可能是有点难受，代价可能是一天都比较困，但好处是你能保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个生物钟规律。那白天困了怎么办？要是实在困得不行，中午可以稍微眯一会儿，大概15到20分钟，不能超过半小时。千万别超过半小时，容易进入深度睡眠，醒了反而更难受，头昏昏沉沉的。或者呢，下午感觉困的时候，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利用自然光线提提神儿。记住，保持规律是第一位的。明白了。所以身体这块核心就是规律、适度、可持续。感觉身体状态理顺了，心态调整是不是也容易些了？文章接下来怎么说心态的？是的，身体稳定是心态稳定的基础嘛。文章提的第一个心态调整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像心灵鸡汤。哦，是什么？就是每天提醒自己，我比自己想的要幸运。这个听起来是有点虚啊。要是我正好遇到倒霉事，感觉自己特别不幸，怎么办？它的关键不是让你否认困难，而是做一个刻意练习，强行转换一下视角。怎么操作呢？很简单，每天早上醒来，在你还没被手机信息轰炸之前，花几分钟，就几分钟，做什么？安静地想3件你当下拥有的，觉得还不错，值得感恩的事情。不用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呢？比如，今天醒了，身体没啥毛病，或者我还有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再或者昨天跟朋友家聊天挺开心的。就这种很具体的小事儿。就是找找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对，就算你觉得当下挺难的，也总能找到一些最基本的幸运点儿吧。文章还建议可以跟自己的过去比比，想象10年前你特想要但没有的东西，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哦，这个思路有意思。或者也可以跟处境更难的人比一下，当然不是幸灾乐祸啊，是提醒自己要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个练习的目的就是强制性的把你的注意力从缺什么拉回到有什么上面来，哪怕就这几分钟，也能给1000定个积极点的调子。把注意力从缺失转向拥有，这个确实能改变看问题的角度。文章里还有一个建议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提醒自己人总是要离开的。这个听起来有点沉重，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不是让你消极悲观，恰恰相反，是让你活得更清醒，更懂得珍惜。清醒，
珍惜。对，它就像一个过滤器，帮你生活中那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儿。文征建议可以试试，每天晚上睡觉前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今天是我人生最后一天，我白天做的这些事儿有多少是真正有意义的，值得我去做的？哇，这个问题有点深刻。是吧？这个问题能帮你好好审视一下，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真正重要的事儿上，比如陪你在乎的人，提升自己，创造点什么，又有多少时间是被浪费掉了？比如漫无目的的刷手机。对，或者跟人争论些有的没的，或者过分讶异别人怎么看你。文章里提到一个老先生的故事，挺让人唏嘘的。什么故事？他特别后悔没能在老伴儿还在世的时候放下点工作，多陪他出去走走、旅旅游。等到人不在了，才发现以后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哎，确实。所以这个提醒是让我们学会平衡，抓住重点，把时间和精力多投入到那些真正让你觉得这辈子值了的事情上。用中举视为来看，现在确实能让人分清主次。那自信心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所以不自信。但文章好像说这个逻辑反了。没错，文章挑战了那个因为我厉害，所以我自信的传统想法。他提出应该是反过来，先相信自己能搞定问题，然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练出能力，最后才获得真正的自信。这听起来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说要行动先于感觉？对，就是行动先于感觉，但不是让你硬着头皮假装自信。那怎么做呢？核心是从小处着手，积累那个我能行的成功体验。文章建议了几个步骤。第一，找一件你觉得有点挑战，但努努力力好像也能完成的小事儿。比如你从来没做过饭，那就先学着煮一碗像样的面条。你害怕在人前说话，那就先试试在小组讨论里主动说一句。从小目标开始。对，第二步，做完了之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积极的反馈，告诉自己，哎，我做到了，还真不错。或者跟信任的人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小突破，这种自我肯定特别重要。给自己点赞。是的。第三步，慢慢提高难度。这次煮了面，下次试试炒个简单的菜。这次小组发言了，下次试试做个1分钟的简短分享。对，就是通过不断解决这些小问题，你会慢慢建立起一种信念，哎，我好像是能搞定事情。等以后遇到大挑战的时候，这种内在的底气就能支撑你。关键是要克服那种怕犯错、怕丢人的心态，把每次尝试都当成练习。所以自信不是凭空来的，也不是等来的，而是像练肌肉一样练出来的。我感觉身体和心态这两部分都特别强调从微小的能持续的行动开始。那接下来文章对于怎么把这些想法真正落实到每天的行动里，有啥更具体的招儿吗？毕竟很多人计划一大堆，但就是动不起来。对，行动力，这就是联系想法和现实的桥梁。文章说，很多计划失败，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计划太模糊了，没法执行。有道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论核心。前一天晚上没写进日程的事儿，第二天你基本上就别指望能完成了。写进日程，这个好像不新鲜啊，很多人都用待办事项清单嘛。文章说的日程有啥特别的吗？特别之处在于，他要求极度具体。极度具体？对，文章认为一个有效的日程安排至少得包含4个要素：明确的时间，就是几点开始做多久；明确的地点，在哪儿做；明确的内容，具体做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比如不能只写运动，要写用 Keep App 完成一组15分钟的燃脂训练。还有第4个要素。第4个是目的，就是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比如整理发票是为了月底顺利报销。时间、地点、内容、目的。对，所以错误的写法是明天要健身，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明晚7点到7点半，在家里的客厅用 Keep 做完那个帕马拉的新手腹肌训练，目标是找到核心发力的感觉。
哇，这样确实清楚多了。是的，这样大脑接收到的指令就非常清晰，可以减少很多犹豫和拖延的空间。用什么工具记录呢？手机日历还是手写本？哪个方便用哪个。手机日历能提醒，比较方便；纸质的手账本呢，可能更有仪式感。关键是前一天晚上花个5到10分钟，把第二天的主要事情规划好。那如果计划被打乱了怎么办？比如突然要加班？文章强调，计划打弹乱是常事，重点是调整，而不是放弃。调整。对，比如晚上的训练被加班占了，那就看看能不能挪到第二天早上，或者时间实在不够，能不能缩短一点，但保证完成最核心的部分。一旦你开始轻易放弃，这个计划就没约束力了。极度具体加上灵活调整，这个听起来确实挺靠谱的。还有一个建议是，每天花15分钟提升自己。这个是不是专门治我们这种老说没时间的人？15分钟能干啥呀？哎，这正是它的巧妙之处。15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短到你几乎找不到没时间的借口。好像是哦。但你算算，每天15分钟，一年下来是多少？将近91个小时。哇，这么多！是啊，这91个小时足够你在任何一个你想提升的小领域取得看得见的进步了。那这15分钟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什么都行，看你想提升哪方面。比如想提升工作技能，那就看一篇行业文章，学个 Excel 小技巧，或者听一小段网课。想提升生活品质，可以看个短视频，学做个快手菜，练个收纳技巧，或者了解点理财知识。甚至放松也行。当然，读几页轻松的书，写几行日记，或者就做几分钟冥想都可以。时间嘛，通勤路上、午休之后、睡觉之前，总能挤出来的。重点不是一次学多少，而是每天都在接触。没错，关键是保持这个动作，对抗那种什么都不做的惯性。从身体、心态到行动，感觉这个改变的系统越来越清晰了。最后，我看文章还提到了人际关系和自我觉察，这两个方面好像更关注我们跟外部世界还有跟自己内心的连接。的确是这样。文章觉得良好的人际互动和敏锐的自我觉察对提升幸福感也特别重要。比如说吧，有个建议是跟陌生人聊天，直到他们不再是陌生人。这个对有些比较内向或者有点社恐的人来说，是不是听起来挑战挺大的？是啊，主动跟陌生人搭话，感觉有点难开口。文章有什么好办法吗？循序渐进的那种。文章建议啊，就从最微小的互动开始，核心是2个词儿：真诚和慢慢来。真诚慢慢来。对，第一步呢，可以就是简单的问候，比如对小区的保安师傅说声谢谢您辛苦了，对电梯里遇到的邻居说句早上好。这好像还行。第二步呢，是找找自然的共同点，比如看到邻居也在遛狗，可以说哎，你家这狗狗真可爱。或者在超市排队，可以聊聊今天这菜看着挺新鲜的。话题一定要轻松公开，千万别上来就查户口。别太有压力。对，第三步就是慢慢建立连结。如果上次聊的还行，下次再碰到，可以接着上次的话题打个招呼。熟悉一点了，可以发出一些特别小的邀请，比如下次物业有活动，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关键不是说要立刻成为多好的朋友，而是打破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感，营造一种友善的氛围。你想想，一个经常热情打招呼的人，是不是能让整个小区的气氛都变得更暖一点？从小处着眼，降低社交压力。那对于咱们已经认识的在乎的人呢，比如家人、朋友，文章的建议是加倍主动联系。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挺忙的，怎么主动才不会打扰到别人呢？这里的主动啊，不是说要你天天去烦人家，而是强调你要有那个保持连结的意识。文章觉得很多关系变淡，不是因为感情没了，是因为懒。对，就是因为懒得联系，或者觉得好像没啥事儿就不用联系了。其实主动联系可以很简单，比如对家人可以固定每周打个简短的电话问候一下，聊聊最近怎么样。住得近的话，就常回家看看。
对朋友呢，生日祝福的时候多加一句你们共同的美好回忆。看到朋友朋友圈里分享了开心的事儿，或者遇到了难处，及时送上祝福或者关心。细节很重要。是的，对同事，人家帮了你，要及时感谢；有人要离职了，送上真诚的祝福。关键就是传递一个信号，我记得你，我在乎你。有时候可能就是微信上看到一篇好文章，觉得对方可能感兴趣，就随手分享过去，或者在对方的动态下面留一句真诚的评论。这些小小的互动就能维持住关系的温度。用心去维系重要的联系。最后我看文章还提了2个快速调整状态的小技巧：微笑和力量姿势。用身体动作来影响心理状态，这个真的靠谱吗？有科学依据？这个背后确实是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支持的。你可能听说过面部反馈假说或者姿势反馈效应好像听过。简单说，就是你的身体状态会反过来影响你的情绪和想法。怎么讲？比如说微笑，就算你心情不咋地，试着假笑一下，就是咧开嘴做出微笑的表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大脑释放一些让人感觉好一点的化学物质。假笑也行。对，然后是那个力量姿势。力量姿势是像超人那样吗？没错，比如像超人那样双手叉腰，挺胸抬头，或者像刚赢的比赛那样把双臂高高举起来，就保持这样的姿势大概2分钟。有什么用呢？研究发现，这样做可以暂时性的提高你体内的自信激素，比如睾酮，同时降低压力激素，比如皮质醇水平。哇，这么神奇！这些动作都很简单，你可以在一些重要场合之前，比如面试开会做演讲之前，或者任何你觉得有点紧张，需要给自己打气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做一下。用身体给自己打气。对，文章作者就分享说，他面试前用这个方法，确实感觉没那么紧张了。这算是一个利用身心连接来快速调整状态的小窍门。好了，咱们今天一起把这份重塑生活实用指南里的不少干货都聊了聊，感觉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其实挺清晰的，对吧？是的。就是说，生活的改变呢，真不是靠等那个遥远的完美的未来。关键就在于抓住每一个当下，从那些你能做到的微小但具体的行动开始。对，无论是调整身体的节奏，还是转变看事情的角度，或者是把计划写得特别具体，落实到每天的日程里，还有用心去维护那些重要的人际关系，以及时刻保持对自己的觉察。是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需要强迫自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都做到，那样压力太大了。没错，循序渐进才行。不如就从明天开始，挑一个，选一个对你来说感觉最简单的，或者最触动你的那个点，先去试试。比如就把明天的闹钟往床那儿挪远一点点儿，或者明天早上醒来，先别急着看手机，花1分钟想3件让你觉得还挺幸运的小事儿。再或者今天晚上睡觉前就花个5分钟，用咱们刚才说的那个4要素法，把明天想做的一件事儿写得具体点儿。对，就从这样一个微小的行动开始。最后呢，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感受一下接下来的生活。什么问题？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哪怕只是在一个特别小的方面，比如对你遇到的第一个陌生人试着微笑一下，或者每天坚持做5分钟的拉伸，就是开始用一种你理想中那个未来的自己可能会有的方式去行动。你觉得最先让你感受到的关于这一天体验上的积极变化可能会是什么呢？